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天地剑心口碑井喷，本是冲着诚意看的，却被28岁男6号惊艳了。狐妖3部曲前2部都崩了，没想到王权篇的天地剑心逆转大局，还蛮好看的。迄今为止，该剧已经累计有效播放4亿多，全网曝光累计700多亿。还在猫眼剧集榜拿下67项成就，成为榜单第1，平台热度也是差那临门一脚便能破万。这仅仅是他开播10天的成绩，实在太过惊人。想必未来收官之际能够更好，能有那么好的成绩，跟演员肯定脱不开关系。相信这部剧1半以上的观众都是冲着诚意来的，毕竟打戏天花板可不是盖的。就连央妈都印证了。虽说看剧时前几集的确都被诚意吸引，不过西域副本开启后，反而被那男6号惊艳了。他不仅长得帅，演技好，最主要的还是有反差感，在天地剑心、暗河传、水龙吟中都完全不一样。又冷又暖的王权富贵。看天地剑心时，诚意演的王权富贵总让人忍不住盯着屏幕，不是因为颜值，是他把这个角色装进了骨子里，连一个眼神、一个指尖的小动作，都像在跟观众说悄悄话。你见过眼睛里没有光的人吗？前期的王权富贵就是这样。作为家族养在身边的兵器，他站在那明明身姿挺拔，可眼睛里空得像结了冰。就连眨眼睛都慢半拍，透着股没灵魂的机械感，看得人心里发紧。直到遇见青铜，奇迹突然就发生了。撩起烟火山海时，他眼里像落了星星，指尖碰蜘蛛丝时轻轻顿了一下，那点迟疑比台词还清楚地说我好像想懂点什么了。最戳人的是万箭穿心那段，他抱着青铜，眼睛里又刚又软，明明没喊一声疼，可那股拼了命也要护着你的劲儿，比哭出来还让人揪心。诚意的演技总是这样细腻，各种小动作都藏着戏。当他雪地里一个人练剑时，没说一句话，可眉头轻轻皱着，嘴角抿得紧紧的，那点对父亲的委屈和不甘，像小钩子似的勾着人。跟父亲对峙时更绝，明明眼圈都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偏要扯出个苦笑，那想反抗又没力气的无奈，看得人鼻子发酸。除了演技，诚意的打戏更是让人跟着心跳。为了演好剑法，他提前3个月关起门练，每天挥剑500次，膝盖跪肿了也不用替身，这份较真先让人佩服。蒙眼打戏时，他耳朵轻轻动着，身体一会儿绷得紧紧的，一会儿又松一点，你能跟着感觉到他在听风辨位，也能摸到他心里的慌。还有雨中打36个人那段长镜头，他转着圈劈剑，眼睛慢慢红起来，那把剑好像不是在砍敌人，是在砍捆着自己的绳子。最妙的是诚意手中剑招的变化，前期砍得整整齐齐，像按程序走，后来护着青铜时，剑挥得乱了点，可每一下都透着别碰他的狠劲儿。这哪是打戏，明明是他心里的变化在说话。看着王权富贵从没感情的兵器变成会护着人的侠者，就像看着一块冰慢慢化成水。诚意把这份变化演得太真了，让你真的相信，原来剑心里藏着的是人心啊。最新剧情里，王权富贵被流放到西域，在这里跟沙湖国结缘。真没想到，演沙湖国二皇子的男6号居然那么帅，演技还如此真实，实在令人惊艳。又萌又蠢的二皇子。追天地剑心西域副本时，常华森演的范云飞真的承包了我所有笑点，看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范云飞本人吧。沙湖本身就有些呆萌，常华森更是把沙湖刚化形的萌演得太真实。第一次在王宫化形，他一头白灰黑交错的长发，
发配毛茸茸的大衣，上面还有金边刺绣，很显贵气，符合沙湖国财大气粗的设定。当然了，时尚的核心的脸蛋，就常华森这张帅气充满少年感的脸蛋，穿什么衣服都会很好看。本以为常华森在剧里会是活泼机灵开朗的人设，没想到他那么的蠢萌。刚化形还没改掉动物的习性，所以走出屏风时，直接双手双脚爬了出来。父皇给他一个玉佩，他拿在手里像犬类那般嗅了嗅，就准备咬在嘴里吃或玩，实在太搞笑了。除此之外，常华森为了保留刚化形不习惯的特性，他说台词时会一直结结巴巴的，跟小铃铛卡壳似的，时不时憋久了，他还会低头摇摇脑袋，耳朵还下意识抖了2下，活像刚离开妈妈的小虎仔，又呆又可怜。尤其是那段向厉雪阳表白的戏份更逗，只见常华森脸憋得通红，那句我想娶你几个字跟拆零件似的往外蹦，手还不自觉绞着衣服，直接把小皇子紧张到脑子空白的样子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般来说，有的人演这种角色会显油腻，但常华森控制得很自然，他那土憨劲儿一点都不装。想事儿他时耳朵会跟着动，开心了摇摇头或者原地打转，一看就像刚变人，还没改过来狐狸习惯的样子，特别可爱。当然了，最有意思的是他有反差感，软萌壳子里藏着硬气，平时说话都不利索，可看见厉雪阳受伤，他眼神瞬间就变了，抱着人往后退的瞬间，语速虽然不顺畅，但是充满坚定，不准碰他。说完后抬手施法，身后沙暴一起来，他那肩颈绷得笔直，跟之前的憨样完全不一样，看得人直拍腿。讲真的，常华森很厉害，他没把范云飞演成个萌宠道具，而是让这只沙狐有了人味儿。被误会时会委屈撅嘴，要护族人时眼神会变坚定，喜欢上一个人就啥都不管。从刚变人的懵懂小狐到能扛事的皇子，这份成长藏在结巴有没有好转，眼神亮不亮里。他细腻的演技让你真的相信西西域真的有这么只又憨又飒的沙狐皇子，太让人喜欢了。其实常华森能惊艳到观众还有一个原因，演技上这种反差感拿捏得很好，也让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一样的角色，令人很是难忘。3. 演技上的反差感。追完《天地剑心》再刷《暗河传》《水龙吟》，常华森的角色反差简直让人怀疑自己眼神出了错。谁能想到《天地剑心》里那个喊着我想娶你就脸红的范云飞，和《暗河传》中黑袍裹身的苏昌河是同一个演员啊！苏昌河一出场，气场直接拉满，指尖转双笔的动作又快又狠，黑袍下的桃花眼在邪魅笑意和破碎泪光间疯狂切换。朝堂对峙时语速放缓，却自带压迫感，那句谁挡路谁死说的轻描淡写，却让人后背发凉。更让人惊艳的是《水龙吟》里的盲眼智者婉玉月旦。婉玉月旦一亮相，周身就裹着清冷的破碎感。为了演好盲眼状态，常华森特意去盲人学校体验生活，连吃饭都练着靠触觉变碗筷。剧中与人对话时头部微偏，耳廓会跟着声音转动，翻骨卷食指间轻按指面慢却精准。被提及眼睛时喉结悄悄滚动，微笑里藏着化不开的隐忍。那种于黑暗中洞见人心的通透，和范云飞的懵懂形成极致反差。说句实话，这3个角色真的反差感太大了。不过，熟悉常华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其实他以前就演过许多优秀角色，只是没什么流量，才没被大家注意。像扑通扑通喜欢你中呆萌学霸演9月如此可爱的我们中阳光帅气的值日生，还有柳州记的子瑜好团圆的王玉溪，白月泛星的中招莫离。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一念关山的李同光，
那个疯批徒弟李同光，暗恋刘诗诗演的师傅，那种病态感拿捏的实在太到位。讲真的，只有这样外形优秀、演技还棒的年轻演员，才应该多给机会好吗？而不是那种长得丑还霸占资源不放的资源咖。常华森作为戏份不算顶尖的男6号，他却平泛云飞一角，让观众记住了这只又憨又飒的沙湖皇子。每个细节都透着活的灵气，让角色有了成长的重量。而这份灵气不只停留在《天地剑心》里，《暗河传》中苏昌河的狠厉水龙吟里婉玉月淡的清冷，他总能精准抓住角色的魂，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常华森这样一个没有流量加持，却凭鲜活角色圈粉的好演员，让我们明白了，好演员从不怕角色小，只怕不够投入。未来若能持续解锁更多元角色，他必将在影视圈走出更宽广的路，成为真正靠演技立足的实力派。那么，大家喜欢常华森这个好演员吗？